主编，有时间吗？想和你谈谈。欢迎。主编，坐在你对面的这个人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一定会成为你最强大的竞争对手。那你现在是来跟我道别呢，还是让我替你拿主意呢？拿主意就不用费心了。我呢，只是想来告诉你，我乔美美的能力和价值，在韩上算不上什么，但在别的地方，一定会闪闪发光。你要离开韩上，尚总他知道吗？那个老狐狸，他为了掌控韩上，一直在利用我。如今又把周田升为副主编，我已经看透他，所以我觉得韩上是我不应该留的地方。肖总监，你的能力是我一直都非常肯定的。自从你加盟韩上之后呢，你确实给我制造了很多的麻烦，但是你也确实很有能力，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客户，而你在广告业务部门做的也是有声有色，所以我根本不会计较。可韩上始终是你的天下。也许杂志社有很多的人希望活在你的羽翼保护下，因为那样安全自在。可是我乔美美不会。你会怎么样？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会比这里任何一个人做得更好。包括我。你一直是我想超越的目标。与有荣焉。但是乔总监，你忽略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。韩上是我赋予他的个性，是我赋予他的灵魂，是我赋予他的生命，而且也是我组建了这么一个优质的编辑团队。当然，乔总监，我相信你的能力，而且在未来日子里面，你一定会超越我的。可是，你必须在2个条件之下才能完成。第一，你必须站在我的肩膀上，你才能超越我。第二，你就跟我一样，再重新奋斗20年。当然，我决定会尊重你的选择。只是，你是要站在我已经铺排好的平台上面发展你未来的人生呢，还是一切从零开始？可是韩上的格局已定，我就算是再有想法，那也没有地方施展。肖总监，韩上不可能一直停留在这种情况。未来韩上一定会发展成为拥有系列刊物的出版集团，而且韩上也会跨界联合各种的资金、人才和资源。我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中国首屈一指的时尚王国。到那个时候，韩上集团不但会成为中国时尚界的先锋，更是一个拥有多种经营传媒的集团。我们可以把西方的时尚精神带到中国来，同时我们也可以把中国的时尚精神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一起跟我们走过同甘共苦的元老们，包括陆明、邓宁，当然还有你，都会有独自担当大任的时候。主编，这些话为什么你以前从来没有提过？时机不够成熟，说了也是白说。是你今天提起这个话题，
我才跟你讲了这么多。邵总监，真的，现在在这个时机，我希望你留在韩上。你真的这么想？我不但这么想，我还希望我们两个可以联手起来，把它做大、做强。你认为呢？怎么联手？阻碍发展的人，一定会被取代。你是要在韩上，每一个人都有发展他们才华的机会。我们应该是一致向外，而不是互相对立的。主编，跟你这次谈话，我觉得我应该重新认识你。啊，我忽然有一个想法，你知道嘉义传媒吧？就是那个做电视栏目的。对，他们也想做一本时尚杂志。我想，我们能不能跟他谈一谈，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做一档最具时尚感的电视节目？太好了！哎，真的是太好了！快点，用你最聪明的脑袋，做出最好、最快的策划案出来。我们如果能够抓住嘉义传媒，那我们的胜算就会更多一分了。主编，我之前给你制造了很多的麻烦，我现在想想真的很幼稚。如果我们以前有过这么一次谈话，我想韩山应该比现在更好。凡事都要经历过才知道的，而且最重要一点是，命运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，靠任何人是不会成功的。而且今天我们能有这样子开诚布公的谈话，我觉得最要感谢的应该是上总。好啦，从现在开始，为我们的将来好好的努力吧。胜利归来啊！怎么样？我今天才真正的了解韩露，为什么？他要跟我联手。韩露要跟你联手？好啊，你们两个正好可以对付一下那个过河拆桥的上峰。你不觉得现在韩上的局势很像《无间道》吗？怎么说？你看，上峰想培养周田做副主编，这摆明了是要架空韩露那个位置。但是韩露现在又要拉你入伙，他是想积蓄自己的力量。看来上峰跟韩露是要真枪实弹的开战了。上峰，你这只老狐狸，咱们等着瞧。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韩上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现在机会才真正的刚刚到来。姐，局势现在还不明朗，不如先不要动，说不定会有出人意料的结果。我们完全可以让它更明朗化。那嘉义传媒那儿怎么办呢？也许我该换一种方式跟他们合作了。